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第一次开箱把玩的品牌，但是在圈内也是比较有名的，就是净秀妍来自日本的一个品牌出品的这一个童年回忆宇宙骑士利刃。这部片子是我小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但是我从来没有买过他们这个动漫的原生作品。这次是第一次开箱这一款小比例的利刃，但如此的还是不错的。其他厂家呢也多多少少出个拼装成品也都有，但是我觉得这儿的都还可以吧，但是没有达到我心里的预期。但是这一个，首先它比例比较小，而且它也是一个成品，重点也是合金的，最起码它有合金件所以半合金成品的，好吧。而且它也有灯，620块钱的这个定价，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今天咱们就来把玩一下它。首先人把主体拿出来了以后，我第一个感受就是这玩意儿非常非常的扎手。只要你目光所及的一些，对不对？比如说这边，或者是手指，或者是小腿这边的一些扣件。非常的尖锐，它这个尖锐的程度就感觉你碰到了一下，就感觉摸了一把小刀的这个刀口一样，这么尖锐。你用力一下也保证你手皮比较会破。包括它的腰部，我们来看一下腰部的这两块，也是全身上下真的跟它的名字一样利刃，非常的尖锐。所以把玩的时候咱们要非常的当心，不要把自己的手给弄破了。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漆面，我镜头拉近一点。整个漆面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说像我这种汗手在这种漆面上摸了一下还是会沾指纹的，但整体效果还是不错，而且在一些颜色的处理上也没有什么异色，整体的效果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镜头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在灯光打下来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来，再慢慢转到背面。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腰部的这个黑色也是一定的磨砂质感，看上去非常的舒服。腿部在它下方，除了非常的尖锐以外，很硌手，其他的都还不错。我第一开始会感觉。这东西会不会拿出来了以后很有这种拼装的质感，就感觉人家给你拼装完了以后当一个成品吧。但是整体把玩下来，这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臀部细节刻画也是可以，我觉得还原度也是非常高，而且它也有很多的亮点，比如说经典的武器配件，它都有刻画的，而且这么小的，它竟然还带发光结构，从这里抠开它，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电池仓了，需要放纽扣电池，然后去点亮它，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么小竟然还能真的给你做了一个点亮结构，我是真没想到的。打开跟关合的这个还是非常丝滑的。背部来看一下，而且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轻。反正都是挺趁手的，这么小一个尺寸，做的还是不错。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基础可动。毕竟小比例的东西，可动是它的最大的一个亮点。首先臀部可动，往下低头还是可以的，但是抬头的幅度的话会比较小除非你把臀部前倾，因为它这边有一个干涉点，虽然说它可以往下翻。但是幅度非常的小，抬头差不多在这样的位置，头360度是没有办法的，我感觉还是侧面基础的一些，你去做一些造型的可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在旋转的时候，当心不要把这些地方蹭在你的这个大臂甲上，免得弄断，这是非常麻烦的。还拿手臂来看一下，感觉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紧。我试了一下，开距离，我来看一下90度，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360度这个手势，
对吧？可以看看里面的这个关节，球形关节，366是没毛病的啊。大臂又有一个旋转的空间，小手臂一样，手感部分我看一下，应该尺度挺大，因为裁判的温柔能在这样的位置。正正呢，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涂装的正讲呢，我感觉是应该浇水的。工人啊，浇水不小心粘在上面了。我们看一下大臂这里，有没有看到？它大臂上有一点点粘痕，稍微有一点点明显。这个应该自己稍微断的能力强一点的话，可以去把它涂一下，问题不大。手的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来看一下它的腰部口动，这一点非常重要。就现在生命的这个造型就是要摆出来。首先来看一下低腰啊，在这样的位置，然后看一下，然后的幅度也有。我们看一下低腰的时候后面有没有关节的一个轮动，哎，还是有的。可以看到这一块非常丝滑。侧腰幅度不大，能在这样的位置，秀气不要把它转得太用力，这里的塑料件还是会卡住的。啊，差不多在这样的位置。好，这是大象，不要给它蹭了，它这个弯度这一块啊，这块甩的地方很容易刮到。整个侧腰，幅度也有。好，然后看它口部关节，它是没有一个下拉结构的。侧踢的时候，差不多在这样的位置，我们可以继续的看到这一块已经跟你的腰部的这一块甲状有一种干涉了，而且它这个非常尖锐，如果强行掰的话，很容易刮到漆面或者是折断，尽量尺度小一点。前踢的幅度就非常大了，在这样的位置，后踢也是非常可以。让我看一下屈膝，也不错，S。头在这里是有一定的小轮动，然后转动，刚刚出场的时候给大家看过了啊，这里是有一定的联动的，往后往前都有。前拐掌看一下有没有一定的联动啊，这里前拐掌可以折叠，左右幅度也有，所以看你们在看的位置啊，再让你去摆一些造型的话，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头也有旋转的空间。看出来手臂有没有前倾，前倾关节也有，但是这边的关节会有点暴露。整体效果还是非常舒服的，它的这个可动是达到了心里的预期，非常舒服。摆一些常规的一些动作，可玩度还是非常高的。好了，主体方面我们就差不多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和包装都有些什么好玩的。好的，兄弟们，外包装我们来看一下啊，非常小巧啊，而且也是比较轻密。整个正面就是咱们本次的这个主体啊，整个包装摸上去的质感啊，磨砂质感还挺舒服。下方有它的这个厂商，然后它的型号啊 ，JKG-002。侧面有一些本次主体的一些 pose， 背部所有的一些配件。就在这个是不是真的有点亮结构？看上去应该是有。侧面，能打开啊，都是有这个圆贴，但是这个应该是厂家出厂的时候应该贴的比较歪。来，打开以后来看一下内部包装。它包裹的还挺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是2层。首先背部呢，它有一个配件登记台，透明的，然后这边说明书，好，然后这边就是一个主体了。它主体还用的这个黑色的泡沫啊在里面，这还不错啊，以防万一它的蹭漆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尖锐的一些配件啊折断。然后最外层它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咱们在拆这个包装时候啊，外面有一个泡沫，对
对不对？打开以后里面还有一个说明书，这个说明书竟然没上在包装里面啊，是单独贴在上面的，看到吗？这个比较新奇，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方式。好了，包装的话呢就是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跟地台究竟做的怎么样。还有朋友们，说明书咱们来看一下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最外层的这个泡沫啊会配一个说明书，因为原厂的这个包装里面它是一个日文说明书啊，全日文的啊，虽然说看图大家也都能看，实际上能看得懂啊，但是有这种当然最好，所以它在外面呢配了一个3件的一个说明书啊，看一下，上面有它的型号、武器、配件内容，这说的还是非常详细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动，还有一些注意事项，然后一些配件的安装方式，还有点亮结构。可惜它电池没有啊，但是说明书上有帮你标注需要什么型号的电池。它这个需要的是 SR521SW 这个型号的纽扣电池。反面的话就没有了。说明书就这么说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基础配件。它这个说明书里面啊，没有把地台的这一个安装方式告诉大家，我们只能看包装背后的这个图来详细的搞一下，对吧？首先，地台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支架。包括这一块，实际上这一个也不算是单纯的地台吧，是它的飞行器啊，需要你自己去安装。纯绿色透明镜啊，整个没有闪，这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架在上面做一些造型，比如说像说明书上这个造型。然后手型方面给的也是比较多啊，咱们来看一下。首先啊，一堆握持手啊，这手型的话呢，手型因为没什么多的工艺啊，就是一个纯黑啊，跟平常大家玩的这个拼装件的这种手型没什么区别。2对握持手啊，就是握持手，开门也是非常尖锐啊，特别是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握持的手型，也没有什么造型手，除了主体刚刚拿出来手上的一个放松手，算是一个造型手吧。然后其他配件来看一下，首先当然是这个啊，它的主武器，它有很多的搭配方式啊，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涂装，实际上还不错的，而且基本上看不到横膜线，整个金属质感也有做出来。但是还可以，只可惜吧，它的这些开模完全没有帮你去打磨一下，所以非常的尖锐，每个地方都是。弹度还可以，材质呢比较薄，好来的时候我担心，特别是比较头阵，不要去目标。然后来看一下这3个啊小东西，能汽车的它应该是变声器啊，绿色透明镜。这边还有个磁铁，这边还有个非常小的，你看3个。它是怎么样来使用呢？特别是这个小的，它是需要搭配上这个金属软杆。这看呢，包装里面配了软灯，一长一短，一个绿色，一个是银色软灯。说明书上是配合的这个配件，去安插在屁股的下方。看一下啊，来，这边得研究一下。不是，分类是对在这一块，有标志。可以做一些什么造型呢？我看一下图上是好像是这个，能连接盾牌以后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
虽然说灯是比较小，但是它的可玩性还是非常高的。还有这一块，也可以去插上这一个，这一个灯具的一个形态，也再配了2个。配出来上面就这么多啊！我个人觉得，它就一个小玩意儿，600多块钱，你可玩性还是非常多的。配件虽然说比较小啊，也是非常的少，但是它整体你可以做很多电话里面的一些造型，可动也是非常高。620块钱的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算可以。如果说它唯一我觉得缺点的话，就是所有的一些开模都没有做一些精细的打磨，导致非常的锋利。玩的时候要非常注意，有点累，其他的话都没什么。要是你摆一些大幅度的动作的时候，不小心手一扎就会扎到。起拍没毛病，还是不错的。好了，本期的这个开箱把玩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想要来投视频的话呢，还帮我的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好了，本期的这个宇宙骑士，咱们就把玩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